等着看好戏的炼药大师们见到碧绿火莲后，表情竟如此滑稽可笑。书接上回，大厅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。紧接着，一个身穿白袍的老者站了起来，他向唐振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既然无人先试，那就由我来尝试吧。对于焚炎谷的九龙雷罡火，老夫早已有所耳闻，今日能亲眼见识其威力，也算是此行不虚。”唐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原来是华大师，请吧。”华晨屈指一弹，巴掌大小的火焰人影闪电般扑向半空中的银色火焰。刚刚火焰人影进入银色火焰中的瞬间，一道低沉而难以听见的龙吟声响起。龙吟之声响起，银色火焰内的9条火龙瞬间暴涌而出，凶猛地撞击在火焰人影上。火龙的巨嘴撕咬之下，红色火焰曾被吞噬。深红火焰消失后，华晨的灵魂力量在九龙雷罡火的恐怖温度下瞬间消散，他的身体颤抖了一下，退后了几步，脸色也变得苍白。他自嘲地说：“不愧是一伙，老夫认输了。”华晨努力稳住身体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然后有些苦涩地坐了回去。看到华晨无法支撑下去，其他炼药师也不禁变色。九龙雷罡火的强大程度真让人惊讶。接着，陆续有些不甘心的炼药师试图出手，但无一例外的都无法抵挡住9条火龙的攻击。10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下来，其中也包括之前嘲笑萧炎的莫大师。萧炎目光扫视着一个个失败的炼药师，唐振虽然面色不变，但内心却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。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丹塔的2位氪金长老能否达到他所需的目标了。当又一位炼药师失败之后，大厅内唯一没有出手的就剩下了2位丹塔的氪金长老以及萧炎。当然，后者似乎已经被忽视了，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这2位氪金长老身上，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7品炼药师。九龙雷罡火，这次的测试可真不容易啊！幻大师轻叹一声，然后与搭档对视了一眼，缓缓站了起来。他的手掌上升起一团白色火焰，灵魂力量进入火焰中，火焰蠕动之间变成一条白色蟒蛇，瞬间闪进银色火焰中。刚一进入火焰，火蟒就遭到9条火龙的猛攻。尽管如此，白色蟒蛇居然能坚守自己体表的火焰，不被火龙吞噬。随着蟒蛇与火龙的激战，幻大师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凝重。时间在寂静的大殿中流逝，当白色蟒蛇面临被9条火龙吞噬之际，10分钟终于到达。幻大师急忙一挥手，蟒蛇逃离火焰并回到他的身体里。回收火焰后松了一口气，唐振微笑道：“恭喜幻大师成功，你已经通过测试了。”幻大师感激地点头，然后目光转向另一位氪金长老萧大师说：“该你了。”萧大师稍有迟疑，只能站起身来。他召唤出一团淡蓝色火焰，凝聚成一条巴掌大小的火晶。他控制着火晶钻进银色火焰之中。大约几分钟过去，蓝色火晶无法抵挡，被9条火龙撕咬得破碎。萧大师叹息一声，摇了摇头，然后坐了回去。这次的测试不是考验灵魂力量，而是看火焰的强大程度。看到萧大师无法支撑下去，唐振也流露出失望之情，说道：“麻烦各位了，现在只有1个人通过了测试，可老夫需要的是2人。”莫大师冷笑一声：“还有一个炼药大师呢。”听到他的话，大厅内的目光纷纷转向坐在角落的年轻人，许多人嘴角带着看热闹的笑意。对于这些目光，萧炎皱起了眉头，随即露出一抹冷笑。这些人真是没有一丝大师的风范，既然他们喜欢看热闹，那就让他们看个够吧。众人的目光齐聚在萧炎身上，唐振也略微迟疑了一下，开口道：“这位炎萧小友，不知你是否愿意来试试？既然来到焚炎谷，这次测试也是应该尝试一下。”面对众目睽睽之下，萧炎微微一笑，缓缓点头。听到这话，一些炼药大师们脸上不禁露出嘲讽之色。既然炎萧有兴趣，那么就请出手吧。如果能通过测试的话，还能凑成2人组。唐振笑了笑，对于萧炎的胆气感到意外，举手示意道。萧炎站起身来，目光望着悬浮在大殿半空的那团银色火焰，然后缓缓握住拳头，一团碧绿火焰漂浮而起。碧绿火焰的出现让一些人皱起了眉头，在萧炎的特意压制下，他们几乎感觉不到火焰中传出的高温，一股灵魂力量便是钻进火焰之内。火焰蠕动间化为一朵巴掌大小，看上去极为精致的碧绿火莲，屈指轻弹，火莲缓缓地靠近了悬浮在半空中的银色火焰，然后悄然融入其中。9条火龙立刻感应到了碧绿火莲的存在，带着低沉的龙吟声开始迅速接近，准备发动攻击。几名炼药大师脸上露出嘲弄的笑容，他们以为萧炎会像之前一样被9龙火龙所打败，陷入狼狈的境地。然而他们的期待并没有实现，当火龙冲入碧绿火莲周围时，却突然停滞了下来。然后他们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，9条火龙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立刻倒退而出。9条火龙退后一段距离后，又慢慢靠近，但始终只敢徘徊在火莲周围，不敢再扑上来攻击。这一幕让大殿中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那些原本等着看好戏的炼药大师，此时的表情显得特别滑稽可笑。唐振脸色凝重，他意识到能让9龙雷罡火如此忌惮的火焰，是非同寻常的异火。碧绿火焰的颜色与异火榜上的异火并不相符，唯一类似的是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，但它的颜色远不如这个火焰浓郁，而且就算是青莲地心火，也不可能让9龙雷罡火如此畏惧。唐振暗自惊叹，他从未想到眼前的年轻人竟然也拥有异火。10分钟很快过去，萧炎轻轻一挥手，碧绿火莲毫发无损的回归，然后火莲突然爆裂开，
化为一团火焰钻进萧炎手中。唐谷主，我通过了吗？